你拐了我的人，你还想跑？小北哥怎么办？你相信我吗？相信我，你就闭上眼，抱紧我。坐稳了。孙霸天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林之夏，我追了你3个月，请你吃饭你不吃，送你东西你不要，你知道厂里多少人排队等着跟我吃饭吗？林之夏，你可别忘了，你爹生病还在医院躺着，医药费还是我叔垫付的。医药费垫付的是我应得的工资。孙霸天，你不能因为你叔是副厂长，你就能对我胡作非为。呸！林之夏，你装什么清高？你爹的医疗卡在我叔手里，我一句话就能断了他药。连你身上这件衣服，我让你穿你才能穿，只要你穿着它1天，就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你跟不跟我自己掂量。怎么样？你可得考虑清楚。孙霸天，你再往前一步，我就死在这儿，你把我逼死在厂里。就算你叔是副厂长，也保不了你。吓唬谁？林之夏，你死了，你那没钱做手术的爹不就只剩下等死了？你敢吗？孙霸天，你别逼我！谁在那里？我，陆小北。陆小北，你一个修车的临时工，下班不走来这儿干嘛？当然是教训你们。呵，教训我们？你这个没爹没娘没人养的货，口气还不小啊！你信不信？只要我一句话，你不光在厂里干不了临时工，在这城里你也待不下去。不过嘛，我孙霸天是个好人，最喜欢帮你这种没爹没娘的孩子。来，叫声爹，以后我保你在厂里没人敢动你。陆小北，我劝你小子别多管闲事。让我看着你们这群人欺负姑娘，那我就不是陆小北了。我把孙霸天得罪了，这份工作我是保不住了。你跟不跟我走？小北哥，从我到这厂里到现在，是你一直照顾我，帮我做工，还借给我钱给我爸看病，我不能连累你。林之夏，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，你敢跟我跑吗？可是我爸他还在医院。孙霸天骗你的，你爸是厂里资历最老的，还是老厂长的亲信，副厂长不敢动他，只有你混得好了，咱们才能把你爸接点过好日子。林之夏，你今天要是敢出这个门，明天我就让你和你爹一起滚出城。之夏，别的我保证不了，但我能保证一件事儿，以后你自己的事儿，你自己做主，走不走，你自己决定。小北哥，我跟你走。孙霸天，你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？有种找我陆小北！上车！去哪儿？先别管那么多，先逃！孙霸天不得到，你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好，林之夏，抱紧我！就像隔世人期望，重拾當天的一切。此世短暫，轉身步過消失了的空間。你自己的事，你自己做主。陆小北，你拐了我的人，你还想跑？小北哥怎么办？相信我，你就闭上眼，抱紧我。兩話也不
坐稳了。過去你曾尋過某段失去了的聲音，落日遠去，人期望留住青春的一剎。到了，松手吧。行啊，一声都没叫，胆子不小。他们在国道上追到天亮，也找不到咱。村里晚上凉，你先披上我的衣服，暖和点儿。谢谢你。小北哥，这么晚了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先离开这条国道，咱们往西，前面走3里路就是马叔的铺子，我跟他熟，他肯定收留咱俩。小北哥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我爸活着的时候说过，看见女人被欺负不管，不配当男人。就因为这一句话，你愿意为了我得罪孙霸天？我不忍心看着你被欺负。小北哥，谢谢你。放心，以后我罩着你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前面就是马叔的铺子了，我们过去吧。果条来喽！你们2个娃娃走了1晚上的路，饿坏了吧？我亲手做的果条汤，趁热吃。谢谢马叔。马叔，我今天在厂里打了孙霸天的人，还坏了他的好事儿。他现在开着吉普满世界找我报仇呢。哈哈，干得漂亮！他们老孙家本来就是一群坏种，活该。小北，这姑娘啥情况？晚上不回家碍不碍事？马叔，我爹是厂里的老工人，工伤瘫痪在医院。孙霸天拿我爹的医疗卡做要挟，逼我从他。今天他锁了门想害我，要不是小北救了我，我现在不知道被孙霸天怎么样了。哼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姑娘，别伤心，孙霸天这样的人早晚不得好死。小北，那你带个姑娘从厂里出来有什么打算？准备干什么？创业。创业？创什么业？你们看到什么？车。国道。你们看仔细了，这哪是国道，这是前途。这些哪是车，这些都是钞票。我在这条路上跑了3年，早就调查清楚了。从厂门口往西30公里，没有一家修车铺。这条国道在咱们县里总长100公里，修车铺才3家。就这3家，没有一家把旧件摆出来给人看的。那些司机花80块换个火花塞，连换下来的零件是不是自己的都不知道。我要开一家不一样的，旧件全摆门口，价格贴在墙上，修完3个月坏了免费返修，让跑这条路的司机都知道，有一个地方修车不用提心吊胆。你们想象一下，到那时候，我开的可不是一个修车铺，它会变成咱们县里唯一一家修理厂。以后我要在这条国道经过的每一个县都开一个修理厂，到那时我就成了这条公路上的王。之夏，你放心，挣到钱回去给你爹看最好的医生，盖个大洋房。没想到这个陆小北看着吊儿郎当，人还挺有担当的。小北哥，我信你，我就跟着你开修车铺。等我挣到钱，我要赶紧回去看我爹。马叔，我的商业计划怎么样？你想不想加入我这个商业帝国？想法挺好的。叔，那您后面那个铁皮棚，你想干什么？那是我堆蜂窝棉的。马叔，我不要您的煤，我是想要您的棚。你想想，这个铁皮棚在你这里它就是个煤棚，但在我这里它可是我商业帝国的起点。好，3轮车修好了，抵1个月房租。这铁皮棚我也不多收你的，1年300，抛去修理费，你再给我275。你要是同意，明天早上把钱拿来，钥匙归你。小北哥，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，你先拿去用。别担心，我有钱。现在也挺晚了，你早点休息。
我还得去朋友那一趟，早都约好了，不去不行。明天早上我有点事儿，会晚点到，你一定要等我到了再去找马叔。巧了，我也会晚点到，你等我。马叔你不熟，他只和我谈。马叔，对不起，我迟到了，这是150，剩下的我们再想办法。你这头发你自己剪的？去理发店要2块，我自己剪多卖了2块，反正会涨。我老马在这国道上开了3年果条汤铺，什么人没见过？欠账跑路的，喝完酒哭的，跪下来借钱的，自己拿剪刀往头上绞的，头一次。行，我等小北来。这小子要是放我鸽子，不等了。姑娘，这钱你拿回去。你们俩回厂里，我老马这张脸还能帮你们说2句好话，别在这国道上折腾了。300，你的摩托车呢？卖了。卖了。那辆摩托你小子看得比命还重，你舍得卖？有啥舍不得？等我赚了钱再买回来。你小子呀，你这脸又跟人打架了？隔壁县王赖子早就想要我那辆车，我想着这家伙有钱，多给的那部分够交1年房租了。没想到这小子阴我，车一到手就找人下黑手，想把车钱抢回来。我陆小北是什么人，能吃这亏？之夏，你头发呢？是不是孙霸天那孙子干的？我现在就去替你报仇！小北哥，别去，头发是我自己剪的。自己剪的？你这丫头呀！我都给你说了，我有钱，你为什么就不听话呢？小北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几个小混混不算事儿。隔壁县到这儿200多里地，车没了，你咋回来的？小北，你腿咋了？小北哥，你的腿……一点小伤，不碍事儿。真没事儿，我陆小炳就是命硬，不信你看。陆小北，我老马在这国道边待了这些年，见过有本事的、有门路的、有钱的，啥人没见过？像你们俩这样疯的头一回。一个把自己头发浇得跟赖子似的，一个卖摩托被人把腿打折，拖着断腿走200里路，就为了一个破铁皮棚，值吗？这不是破铁皮棚，这是我的商业帝国。拿好，别再给我扯你那个帝国了，棚子归你了。不是因为这300块，是因为你们俩够疯。别看了，丑。不丑。大爷，车坏了，要不我免费给您看看？小伙子，你这铁皮棚还能修小轿车？修得了吗？我这车可金贵了。试试呗，大爷。你放心，修不好算我的，反正也不收你的钱。大爷，您只管放心，他修车技术可好了。那你看看，皮带松了，火花塞有点激吞，小事儿。好了，大爷，您打火试试。嘿，真行了，小伙子，手艺不错，比市里那几家修理厂都强。那帮人要宰我80块，还让我排队等3天。那些人修车的手艺怎么能跟我比啊？大爷，下车有毛病，记得还找我。一定。好小伙子，这手艺搁你铁皮棚可惜了。拿着，我姓陈，跑运输公司的。回头我车队17辆卡车全开你这儿来维修保养。17辆卡车？行啊，我保证给修的没有一点毛病。好，小伙子，我看你人不错。这是5000块定金，从下周一开始，第1辆车先开来。5000？怎么，嫌少？不是，大爷，定金不用这么多。拿着，我说了，我看你人不错，这钱搁你这儿，我放心。行，陈大爷，周一您把车开来，我保证给弄得板板正正的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记住，别给我整黄了。小北哥，我们成功了，第1单就挣了这么多。之夏，这钱你拿着，以后有什么需要的直接用。不，我不能要，这钱是小北哥你挣的，我怎么能要？我说过，我们2个一起挣钱。要是你不在这帮着我，我还开不了维修铺，更别说挣钱了。那我就先给你拿着。好，我先去修车。
都听着，谁敢在陆小北这儿修车，就是跟孙继过不去。孙继，难道是孙霸天的人？陆小北，听说你腿被人打瘸了，我特地来慰问慰问你。孙霸天，你信不信？老子就算腿瘸了，照样能揍你！你狂什么狂？你拐跑我的人，砸了我的场子，这些我都没给你算账。现在你还要抢老子的修车生意，你信不信我把你另外一条腿也打瘸？各凭本事吃饭，我谁的生意也没抢。没抢，这条路上的修车向来都归我孙继修车，现在你来了，报价还比我低，那些人岂不是要全跑你这儿？你让我喝西北风？陆小北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把林之夏还给我，再把你的修车铺关了，这些我都能原谅你。不可能，之夏的去路在他自己，不在你。至于这修车铺，我也不会关。是吗，陆小北？我给过你一次脸了，你不要。既然如此，兄弟们，给我砸！走！你们干什么？别砸我们东西！之夏，你没事吧？这人腿瘸了还能这么野？陆小北，你这临时工还真敢动手？别说了，就算腿瘸，照样揍你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投降，我投降。孙霸天，还打吗？陆小北，有种！这破棚子我早晚给你拆了。之夏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小北哥，只是我们的东西都被砸了。没事，车我能修，这东西我也能修。陆小北，孙哥带话，明天起你这铺子不准开张，开张一次砸一次。小北哥，这怎么办？孙霸天恐怕是记恨上我们了。没事，他挡不了我们的路，我先扶你进去休息。师傅，车怎么了？小兄弟，我这车在半路上突然不走了，这上面还拉着鱼呢，这可怎么办？师傅，你别急，我就是修车的。太好了，你帮我看看，这能修吗？师傅，修好了，你试试行不行？师傅，你这好手艺，多少钱？刚开业，你看着给就行。师傅，你敢给他陆小北修车钱，以后你的车别想在孙继修。小兄弟，孙继的人我不敢得罪，这钱给你，我先走了。小子，你是铁了心想抢孙哥的生意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！孙霸天，眼红我生意就直说，犯得着三番五次上门找茬？陆小北，你抢老子的女人，又抢老子的生意。之前你敬酒不吃吃罚子，今天老子让你兜着走，是吗？那你试试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孙霸天，你干什么？我报警了！之夏，陆小北，你要是想开修车铺也行，但以后你修的每一辆车70%归我，不答应，明天这棚子就不存在了。当然，林之夏也得归我。孙霸天，我修的是车，不是给你当狗。林之夏也不是你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给你3秒钟，立刻从我面前滚。我没听错吧？你在威胁我？弟兄们，弄他！刀上，弄死他！瘸子，你还能撑几下？小北，我们来了！来了！孙霸天，你收了我们3年保护费，今天该还了。10几辆车，马祸国，那个老头。小北，马叔给你摇人了。
行啊，陆小北，有人给你撑腰了是吧？孙霸天，在厂里你靠你叔，出了这门谁认你？陆小北，你别得意，他们能天天蹲你这儿？等哪天你落了单，咱们走着瞧。孙霸天，你少在这儿横，我老陈把话撂这儿，我车队的17辆车从今天起，一辆都不进你孙记的门。还有我孙霸天，我跑一趟车，刨去油钱、过路费，剩不下几个子儿，全让你刮走了，往后1分钱没有。对，今天我把话也撂这儿，以后我们车队的车坏在道上，宁可推着走，也不找你修。好，好，好，真是好样的。陆小扁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这事儿没完。小北，我那17辆车下礼拜一开始，一回来2、3辆，你慢慢弄，不给你添乱。放心，陈哥，我修过的车少一颗螺丝，你拿扳手敲我。行，你办事我放心。走了。行，今天这一仗干得漂亮，我回铺子了，你俩有啥事儿过来喊我。小北哥，孙霸天那话，管他呢，咱该干嘛干嘛。那5000你拿着去给你爹交手术费吧。不行，这钱我不能要。修车部刚开张，买零件、囤货哪样不要钱？我不能只顾自己。你不想治你爹的病了？那我拿一点给我大交手术费，剩下的留着铺子里。你说了算，钱放你那儿，我懒得操心。小北哥，谢谢你。陆小北，孙哥让我俩给你带个话，有屁快放！打今儿起，你这铺子别想开门，我就在你这儿看着。车往这儿来一辆，我俩拦一辆。识相的，趁早把铺子关了，把林之夏送回厂里，要不然你这破棚子能撑到月底，我跟你姓。回去告诉孙霸天，铺子不关，人也不走。他想耗，我陪他耗。行，你嘴硬，那就耗着，看谁先扛不住。喂，敢在这修车，你这个就别想走了。敢在这修车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别打我，我马上就走。小北哥，怎么办？想来修车的都被吓走了。白天不让修，那咱就夜里干，看谁能熬过谁。天快黑了，撤吧，这一天蹲的我腰都硬了。你说孙哥让咱天天来，咱真天天来啊？拿人钱听人话，少废话。走吧，明天接着蹲。之夏，马叔那2盏马灯递我。小北哥，这大半夜的真有人来吗？跑夜路的多了去了，车坏在半道上，就咱这儿亮着灯，不来这儿他去哪里？行，那我就准备好，等着给你记账了。师傅，我看你门口还亮着灯，现在还修车不？修，进来。太好了，我这车跑着跑着没劲儿了，发动机抖得厉害，这大半夜的我都急死了。打火，我听听。熄火，小毛病，火花塞坏了一个，高压线也老化了，问题不大，一会儿就好。得修多久？我这一车货明儿个得送到。半小时，多了算我的。师傅，你俩是2口子吧？这配合真顺溜。不是，搭伙做生意的。他管账，我修车。成了，你再试试。好，师傅修的不赖，多少钱？10块。10块？上回我在别的地方光换个火花就要我30，给20，别找了。第一单夜修20，你不是说晚上修车得加钱吗？怎么又按白天价收了？大半夜撂半道上本来就够倒霉了，再宰一刀那不叫本事，那叫缺德。我爹说的，挣手艺钱，不挣昧心钱。行，听你的。你猜咱今晚上挣了多少？多少？46，一晚上，白天干2天的。你昨晚修到4点多，怎么才中午就醒了？躺不住，老陈一会儿来拉车，我先过一遍。你腿上的石膏才拆了没几天，别逞强。没事儿，我身体好着呢，你看连拐都不用了，利索着呢。小北，自下，我来了。陈哥，第3辆刚弄完，挂牌子这辆就是。小北，
我这17辆车这些年接手的修理厂少说5、6家，你是头一个让我挑不出毛病的。答应你的事儿肯定得办好，少颗螺丝你找我。行，那咱就说正事儿。合同我拟好了，17辆车全归你，1年2次保养，日常维修随叫随到。你看看。陈哥，你这报价之前说是2万5，合同上怎么是2万7？比之前说的高了1成。我加的。为啥？好手艺就该有好价钱。我之前在别的地方修车，钱没少花，偷工减料的，以次充好的，啥样的都见过。但是你们2个人实诚，修车凭良心，我就愿意多给。陈哥，你这合同签了，好好干。我这人认准了谁就是谁。行，合同签了就是板上钉钉。这17辆车我亲自盯着，1辆都差不了。行，那我先走了，第4辆明天下午送过来。这是你的那份儿，上次我已经拿过1次了，这个我不能要。让你拿着你就拿着，你爹的病正是用钱的时候，别跟我算这个。我就要3000。行，我说过钱的事情你来定。小北哥，等我爹做完手术，咱攒够了钱，租个正经门面吧。想要什么样的？小北哥，你不是想要开修理厂吗？那我们就找带地沟的、带升降架的，门口能停5、6辆大车那种。行，你定。到时候门口挂个大招牌，让整条国道都看得见。怎么样？这2天那小子关门没？孙哥，没关，不但没关，好像比之前还忙了。放屁！你俩天天蹲那儿，他那门口连个车轱辘都没有，忙什么？白天是没车，可一到夜里，他那棚子门口亮着大灯，路两边停的全是车，跟赶集似的。对，我俩昨晚上偷偷摸过去看了一眼，他一个人钻2台车，那女的在旁边递工具记账，俩人配合的跟开了多少年的老店一样。对了，孙哥，老陈那车队的车也天天往里进，下午一趟，晚上一趟就没断过。我说他怎么白天不着急呢？原来改夜里开门了。喂，叔，是我。那个陆小北赌白天没用，他改成夜里干了，生意比之前还红火。陆小北那一个小破摊子还来问我可是机械厂副厂长，天天忙得很。你把他零件断了，他还能怎么样？行，我知道了，叔。好，你忙你的。孙哥，厂长咋说？我叔说了，既然白天夜里都管不着，那就断他的零件。一个修车的没了零件，手艺再好也白搭。去通知国道沿线的3家配件铺老板，谁敢再给陆小比卖零件，那就是跟我孙记过不去。陆小比，你那个修车铺没了零件，等着倒闭吧。小北哥，你出来一下。这车你哪儿找回来的？我前2天跑了趟隔壁县，王赖子把车转手卖给了一个修车铺，人家也没亏待他。我跟老板说了半天，把钱补上了。你要拿3000，就是为了赎回这辆摩托。马叔跟我说，这辆车就是你的命，你花了3个月，每一个零件都是自己亲手装上去来的。调发动机、焊车架，每天都折腾到半夜。马叔说了，这车让别人骑，那它就是一辆车；而让你骑，它就变活了。周叔，来2副离合器片，再来1箱机油。哎呦，小北，离合器片没货了，过几天吧。上周我来，你还说仓库里叠了半面墙，今儿就1块都没了。上周是上周，反正今天没有，你过几天再来。吴老板，来2副刹车片。哟，最近盘点不卖货，你去别家看看吧。这个离合器片有吗？没有，还没进货呢。有意思，跑了一圈，家家都是这台子。郑哥，你跟我透个底，孙霸天找过你们了？什么孙霸天？我这做生意跟谁都没关系。行，不为难你。这离合器片你留着慢慢卖。小北哥，买的货呢？全碰了钉子，3家统一口径，不卖。啊？常用的机油滤芯还剩3个，刹车片2副，离合器片就剩1个了。就剩这点儿。我去市里跑一趟，汽配城那么大，孙霸天管得了国道沿线，管不了。你一个人去不行，上车我载你。好。孙霸天，你想堵我的活路，我偏要闯出另一条路来。
这路也太烂了，屁股都颠麻了。忍着点儿，抄近道安全，不被盯上就行。师傅，我看你车上带着工具，能帮忙看看吗？我们老板有急事去市里，车坏这儿了。等着我看看。转动头万方节松了，再开轴就断了，小毛病，紧几块螺丝的事儿。小伙子，我赶路，你真能修好，别问题更严重了。修不好你砸我招牌，不收你钱，放心吧。老板，底盘不响了，真好了。小伙子，手艺不错，我姓姜，今天赶时间，改天一定好好谢你。小事儿，姜老板路上慢点。走吧，我们快赶路买配件。老板，这刹车片正厂副厂的。正常的，姑娘你放心，我家不卖假货。行，刹车片10副，机油滤芯20个，离合器片5副，空气滤芯10个，钢化线5组。老板，我量大，你给个批发价，以后我月月来都在你家拿。哟，你这是开修理厂的？修车铺在国道上，以后量大了，您要是能送货，我还给您加运费。行，姑娘你会说话又会算账，我今天就当交个朋友，批发价给你，以后量大我给你送。行，那我们以后都来您这儿进货。齐了，回家。好。这几天又跑了几辆车，3辆老客户全拐到铁皮棚那边去了，还有正极物流的调度老郑，把40几辆货车全定点在陆小北那儿了。孙哥，咱这铺子再这么下去，陆小北一个临时工，要钱没钱，要人没人，你们俩加上那帮废物，愣是拿他没办法。白天蹲他，夜里修，断他零件他去市里买，每回都让他绕过去了。绕过去了是吧？行，这回我让他绕不过去。去，把上次拍的照片找出来，铁皮棚正面侧面各一张。孙哥，你要干啥？他违章刀剑，无证经营，我要举报他。这棚子谁盖的？我，有事儿。商署的，有人举报你们没有经营手续，限期7天自行拆除并停业整改。7天过了没拆，我们依法强制拆除。我在这儿修了几个月车，半夜抛锚的司机全靠我救急，一不吭人二不宰客，说拆就拆。你有没有经营许可？经营许可、土地使用证、营业执照一样都没有吧？没有就是违章，谁说也没用。小北哥，同志，我是房东，这地是我的，铁皮棚也盖了好几年了，之前怎么没人说违章？怎么偏偏这时候来查？之前没人举报，现在有人举报了。举报的人姓孙吧？举报人信息不能透露。你们有什么要申诉的，7天内带着材料来办公室，但有一条，经营手续7天内必须拿出来。7天之内拿不出经营手续，我们就得按规定办。肯定是孙霸田在背后举报的。马叔，我们好不容易才把生意做起来。孙霸天，这笔账我早晚连本带利跟你算回来。好家伙，跑了3个地方，可算清楚了。姑娘，人家咋说的？管地皮的人说了，咱那个铁皮棚是您铺子的经营附属用地，不算违建，但是补3样东西：土地使用证明去盖个章就行，规划说明这个我来写不费事儿，还有一个技术资质证书，得让小北哥去市里考。考证书那得花多少钱？报名费倒不贵，就是来回路上得耽误2天修车，证办下来得小半个月。小半个月算快的。不管怎么说，总算有个路子。叔，这几天得麻烦你帮我盯着，我去跑证明，小北哥在家修车。放心，我这把老骨头跑腿还行。证我去考，不就是个本子吗？几天就拿回来。孙记修车铺保养半价，修车几折。半价？他那机油掺水了吧？看来孙霸山这次是铁了心要把咱挤走。他的铺子离咱们只有2公里，现在他那边没生意了，就想用家底耗死咱们。赔本赚吆喝，他耗不了多久。半价干的活，工钱见钱总得亏一头，他撑不了多久。
来了来了。又走了，一上午过来5辆车，全都扭头去孙记了。你好，小北修车。之夏，我老郑。那个啥，我车队里有几个司机听说孙记那边半价，都跑那边去了。我说了他们，可这年头大家都想省点钱，一趟保养省好几十，他们不听我的，这事儿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。没事，郑哥，大伙跑车不容易，哪便宜去哪，我们能理解。你放心，我那调度单上还是写你们的名儿，他们爱去孙记是他们的事儿，我这边的车坏路上还是往你那儿拖。谢谢郑哥。今天到现在就接了2辆，1辆还是老陈上周预约的。照这么下去，这个月零件本钱都回不来。孙霸天这招太毒了，半价保养，明摆着赔本赚吆喝，就是要把你俩急死。我今天路过孙记那边倒是热闹，车停了一排。他降他的，我不降。修车卖的是手艺，不是白菜。今天降价，明天这手艺就不值钱了。那咱们就在手艺上做文章。怎么弄？咱们就和他们不一样，换了什么件，旧件坏在哪儿，钱花在什么地方，一笔一笔写得明明白白，让司机自己看清楚。行，我把换下来的旧件全摆门口，谁来都能翻，咱敞开了修。小北哥，你过来看看，咱不跟他比便宜，咱跟他比明白。旧件全摆门口，谁换的哪天换的坏成啥样，标签写得清清楚楚。修之前先拉单子，车主签了字再动手。还有这个，凡是咱经手的，3个月内同样毛病免费返修，白纸黑字按手印儿。这一套别家想都想不到，咱不藏着掖着，敞开了给人看。修车跟做人一个道理。小北师傅，这刹车片真是从车上换下来的，都磨成这了。老陈车队第3辆的，标签上有车牌有日期，这车主不知道磨成这样，再跑2天下大坡，刹车没了，命也没了。我的天！各位师傅，这是我们的质保书，不管大修小修，凡是咱经手的，3个月内同样毛病出了，白纸黑字盖了手印的。3个月？别家修完出门就不认了，你们真敢写啊？敢写是因为我心里有底，修了就是修了，出毛病我认。啥也不说了，上回我图便宜去了孙记，保养完连换了啥件都不让我看。你们这儿修车一笔一笔全摆桌上，这钱花得明白。老张，你那个刹车不是也软吗？趁早查查，别省小钱吃大亏。行，那我这辆先查。小北师傅，你给我看看这车。天哥，这机油连1半都不到，你多久没换了？上礼拜在孙记做的保养，今天才跑了不到500公里，发动机动静就不对了，嘎嘎响。我自己拔机油抽一看，就剩这么点儿。500公里机油烧成这样，老田你是不是漏油了？漏啥油？我刚才趴地上看了，底盘干干的，一滴不漏，就是没给我加够。你再看看他给你换的滤芯，这是纸糊的吧？正厂滤芯对着太阳光照不透，这个薄的跟窗户纸似的，杂质根本滤不掉，发动机不响才怪。保养一共120，我还以为捡了便宜。我找他理论，他指着墙上贴的一行小字说：“特价保养，概不质保。”让我自己看去，那字小的跟蚂蚁似的，贴在角落里，谁看得见？120就给我加4升半机油，配个纸糊的滤芯儿，这哪是修车，这是杀人！我上回就说他便宜的不对劲，一副刹车片才收20，正厂件进价都不止这个数，他不糊弄才怪了。哥几个都看看，我在孙记换的东西质量这么差，这要刹车片之类的，是下大坡刹不住，命都没了。要钱还是要命，大家自己掂量。我要发出去，让所有人都看看那孙子是怎么修车的。小北师傅，你赶紧给我看看这个，上个月在孙记换的刹车片，才跑了2趟活，踩刹车就吱吱响。赵哥，你这刹车片都裂了，这要碎在盘山道上，刹车一踩直接没命。这是新片子，才换2周就裂成这样，这不是糊弄人吗？这是要人命！我上趟还拉了8吨货下了盘山路，这辈子不去那孙子那儿了。行，小北师傅，我也在孙记换过刹车片，你帮我也拆下来看看，我这心里突突的。别急，一辆一辆来，今天全给你们查干净。这些全是从孙记换下来的？对，每样都标了出处和日期，司机师傅都签了字，按了手印的。我是交通公司的，之前在孙记修了2年多。上个月我有个司机在盘山道上刹车软了，差点翻沟里。我问司机是不是刹车有问题，他说刚在孙记保养完，我也就没多想。今天看了你这本册子，我算是明白怎么回事。我姓秦，
我公司的30台车以后定点在你这儿，你这儿修车跟别人不一样，你摊开给人看，把车子交给你们，我放心。秦老板，我们的规矩是每辆车进棚先全车检查，拉单子您签字了再修，修完旧件全摆这儿，3个月内同毛病免费返修。就这规矩好，明天我让调度把车一辆一辆开过来，你给好好查一遍。之前孙继换的那些件能换的全换，别让我司机提心吊胆的跑车。对了，你们这本册子能不能借我拍几张？我发我们车队群里。随便拍，这本册子做出来就是给大家看的。看来孙霸天的价格战又没用了。小北哥，马叔刚下的面，你先吃2口。志夏，下一辆什么毛病？刹车跑偏，估计是左边刹车片磨没了。你先吃，不差这一会儿。不吃了，再琢磨今晚又干到天亮。今天的活全排满了，明天也排满了，后天还剩2个空位。小北，咱预约已经排到下周了。过什么？等攒够了钱再搭条地沟，你就不用蹲这儿地扳手了。我地扳手怎么了？老板娘地扳手，屈才。少贫嘴，赶紧修车。孙哥，喝口水。喝什么水？最近一个生意也没有，人都死哪儿去了？全去陆小北那儿了。陆小北，之前就是个破临时工，凭什么跟我抢女人，又抢我饭碗？行，陆小北，明的玩不过你，那就别怪我不讲规矩。你那个破棚子不是命硬吗？我倒要看看烧成灰了，你还拿什么硬？收拾完了，回去睡。小北哥，你穿吧，我不冷。让你穿就穿。明天下午我去市里再进一批滤芯，上次那家的货不错，老板也好像话。行，我骑车送你。坏了，着火了！账本还在里面。小北哥，你让开！从这儿钻！下灭火器！压不住了，你快出去！我不出去，账本还在里面。马叔，之夏呢？没看见啊，他不是跟你一起？放开我，他在里面，之夏在里面。之夏，林之夏，放开我，放开！都没了，都没了，一切都没了。后墙根有汽油残留，起火点不止一处，这是人为纵火。你们最近得罪什么人了吗？孙霸天，报巡捕，让巡捕查他。你说的情况我们会如实向上反映。小北，手上还有钱没？不够。陈哥，谢了，不用。这辆车是我弟弟的车。51年冬天，大同江边零下40度，敌机把桥炸断了。我弟弟开着这辆车从冰面上趟过去，送了37个人，37个，他自己冻掉了4根脚趾。我找了好几个省，没人能修。发动机停了30年，零件早就绝版了。他们说这车不可能再响了。陆小炳，听说你落难了，我这人心善，给你介绍个活。这车的主人找了半个中国没人能修，我第一个就想到你了。怎么样，我仗义吧？机会我可给你送上门了，接不接得住，那就看你的本事喽。我接。
知夏，工具。小北哥，梦碧香全烧了。让让！小北，我那辆老解放上用的，不值钱，但使了20年，顺手。老田，谢了。行。爷爷，你没弄错吧？就他，看着跟我也差不多大，咱找了半缸中国没人能修，他一个在这荒郊野外开修车铺的。你看看这个地方，这片废墟，这辆车，当年你爷爷开着它趟过炸弹的时候，比他还年轻。那时候这个国家也是一片废墟，废墟上长出来的东西根最硬。缸壁拉成这样，这发动机废了。小北，换发动机吧，这没法修。废不了，钢套打掉重镶，比新的还抗化。来，搭把手，这铁疙瘩一个人抬不动。这口子焊都不好焊，铝壳一焊就穿了。小北，变速箱我帮你找一个拆车件吧，别修了。用不着，阿憨制控好温度，穿不了。他不是在修车，他在跟这辆车说话。小北哥，没光了，把车都转过来，大灯打开。知夏，汽油加好了没？加好了，水箱也灌满了。转笼轴焊的比原厂的还正，离合器结合跟新车一样顺，这手艺我跑了30年车没见过第二个。我说什么？小北师傅就是行，死车修活我亲眼看着的，我一辈子的车都让小北修。这手艺还有谁？没了，就他一个。谢谢你啊，孙老板，给我这个机会，活干完了，你看我这点小手艺能不能接住孙老板的活呀？不可能，这车我找了多少人都修不了，发动机停了30年，零件全绝版了。他一个临时工凭什么能修好？凭什么？凭本事，凭人品。孙霸天，你把一个没人能修的活推给小北想看笑话，现在小北修好了，你倒不服了？大伙都看看，30年没想过的发动机，小北让他又活了。你们谁见过这种事儿？这就叫真本事。孙霸天，你之前半价抢客用假滤芯就算了，现在又把修不了的破车推给小北想看人出丑。修车这一行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就是修车一行有你这种人，丢人。谁是孙霸天？是我，什么事儿？铁皮棚纵火案，现场提取了汽油残留和监控证据，都指向你，请你配合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孙霸天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陆小比，你给老子等着，这事没完。我叔可是副厂长，到时候我让你那破铺子，老子能烧你一次就能烧你。还有你林之夏，你别以为还嘴硬，这下被带走了，进去蹲着慢慢嘴硬吧。今天先到这儿，下回大伙儿来修车，我给你们打折。小北跟我们还客气什么？有事叫一声就行，我们先走了。小伙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陆小北，道路的路，大小的小，北方的北。这是修理费，不多。
但这是我弟弟留给我最后一样东西，重新活过来的钱，收下。知夏，收着。我是省报的记者，你修车的过程我全拍下来了，可以登报吗？登呗，手艺又不是啥见不得人的东西。陆小比，我弟弟要是还活着，他会想认识你。3份，日常周转，我爹手术费，新铺基金。圈啥？圈起来就不许动了，你多喝2顿酒也不行。我什么时候喝过酒？别数了，你数几遍了都，再数也数不出花来。不数清楚怎么知道能撑多久？撑到咱换个正经地方呗，攒够了钱，盖个他烧不动的。好，来活了，都看看省报头版照片上这个蹲在发动机前面的人，就是咱小北师傅。旁边举着手电筒的这个，看见没？我老田那辆老卡车，发动机停了30年，好几个省的老师傅都说修不了，零件全绝版了，缸壁拉得跟钩似的，变速箱壳子裂了这么长一道口子，转动桥断2节。你们猜怎么着？小北师傅把钥匙插进去一拧，轰的一声，跟新发动机一模一样。太阳刚好升起来，金光铺了一地。省报记者就这么写的，你们自己看。老田，你这词儿我都快背下来了，报纸上又没写你。没写我怎么了？没写我也在场。修车这一行，能把死了30年的发动机修活的，除了他，我还真没见过第二个。知夏，10号扳手。今天我来就是想看看从我们车上换下来的零件，这副也是从孙霸天那边换下来的。标签上写了，您车队第3辆车上个月拆的。他说在孙霸天那儿换的刹车片，才跑了2趟活就磨成这样了。2趟活磨穿一副刹车片，夏大婆刹不住，不就见阎王了吗？孙霸天的孙子为了省钱，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小北，我那30辆车以后就全交给你了。知夏，给我排上。已经给您排上了。小北哥，现在咱们的预约都排到3周后了，老田那张嘴比广告牌还管用。那就接着干呗，等攒够了，咱也弄个正经厂房，1楼修车，2楼办公带睡觉，再专门给你弄一间放账本。账本用不了一间，那就放别的，反正地方一定要大。你俩忙成这样，得招人了吧？早该招人了。叔有合适的没？还真有俩。我远房侄子马晓光，技校刚毕业，学的汽车电路。还有个常来我铺子吃饭的赵大勇，没正经工作，但人实在，力气大。你要不要？你明天带他俩来试试呗，干得了留下，干不了管顿饭走人。那辆车大灯时亮时不亮，查了3个修理厂没找着毛病，你给我找出来。这根线外皮是好的，里面铜丝断了，颠一下就断开，再颠一下又接上。3个修理厂光看保险丝和离天器，没拿表1根线量。行，有点东西。陆师傅，我没学过修车，但我有力气。以前在砖厂搬砖，一天能搬2000块。把4个轮胎卸了再装上，我看看你手脚利不利索。都留下，知夏，规矩你跟他们说。修车跟做人一个道理，不坑不骗，就见必展示，3个月质保，白纸黑字，能做到就签个字。能做到。马晓光电路，赵大勇底盘，发动机和变速箱我来，谁先干满3个月不出错，我亲自交大修。听明白了没？明白。1个月了，终于判了。孙霸天那孙子判了纵火罪7年。7年？那等他出来，咱新铺子也该盖好了。对，咱们以后能安稳做生意了。叔，你终于来了！我在里面1天都待不下去，7个人挤一个号，吃的是窝头白菜树，都是陆小比和林之夏害的。你要替我报仇，你不能不管我。这些年替这个侄子擦过的屁股，摆平的事儿，搭进去的人情有多少，我都数不清了。你在里面好好改造，叔，你得替我。外面的事儿我来办。叔，别放过他们！陆小北、林之夏，我侄子做7年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这人眼熟，但是在哪儿见过来着？小伙子，山路上帮我修个传动轴，还记得吗？桑塔纳转斗轴万向节松了，再开轴就断了。姜老板，你那车后来没趴车吧？修完到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。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谈生意的。你技术好，人实在。我旗下40多辆货车，20辆中巴客运车，全年保养，我想交给你。姜老板，合同我这就……等等，还有一件事，我看你这儿都被烧干净了，
正好我在国道东道列有一块闲置的临街地皮，3层小楼带院子，空了大半年了。啥意思啊？入股，地皮我出，装修设备你出，每年年底你给我分1成利润，怎么样？行，姜老板信我，我不会让你亏。我当然信你。等合同拟好了，我找人送过来。怎么啦？当初咱俩骑着铃木125去市里买配件，以为就是半路碰见的路人，谁都没在意。没想今天还有这好事儿。他胆子大，你手艺硬，谁也不亏。把扳手拿起来，今天的活还没干完呢。得令。林之夏，你爹马上又要手术，可是你们材料不全，卡了报销的钱。我看你们从哪儿交手术费，你就等着你爹一辈子瘫在床上吧。老周，林之夏的父亲林德生这个工伤，当时送诊走的不是定点医院。对，当时情况紧急，车间主任口头批了，规矩就是规矩。定点外就医需要补一份紧急救治情况说明，书面材料齐全了，财务才能报账。材料不全，谁签字都不行。孙厂长，林立哲的情况厂里都清楚，当时人抬出来的时候腿都变了形。县医院离车间只有3里路，定点医院在市区，开车得40分钟。当时情况紧急，没有情况说明，后来为什么不补？通知家属，材料补齐之前，医疗费报销暂停，让他们自行垫付，等什么时候补齐了再说吧。那我今天就通知医院和家属。老周，这事儿按流程办就行，不用提我。家属要是问起来，就说是财务年度审核发现的，跟任何人都没关系。喂，财务科吗？我是孙建业。林建正那个工伤报销，在材料补齐之前全部暂停。对，按规定办。陆小北，你敢把我侄子送进去，咱们走着瞧。好嘞，师傅，发动机异响是吧？我给您排下周3上午。师傅您贵姓？行，登记上了。来之前打个电话确认一下。暂停报销？凭什么？要补什么说明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咋了，之夏？谁打的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小北哥，是医院打来的，厂里说我爸当初送医走的不是定点医院，要补一份紧救治情况说明，补上之前所有费用暂停报销。当时不是车间主任口头批了吗？这都过去多久了？现在翻出来算什么？说是财务年度审核发现的。年度审核？早不审晚不审，偏偏是现在才审，你信？我当然不信，可是他们要的东西合法合规，我还必须去一趟。我陪你去。不用，你留在家里修车。马晓光那辆中巴的电路还没查完，赵大勇下午还有3辆车的轮胎要换，预约排到下个月了，不能让人家等着。那你骑我那辆铃木125去，钥匙在我工装口袋里，自己拿。林同志，你自己看，定点外求医，事后必须补书面说明。补这个说明要多久？快的话，车间主任老曹退休回老家了，你要是能找到他写个证明，再找当年在场的工友签字画押，材料交上来，我当天就批。要是找不到，那就慢慢走流程，慢的话不好说。好，我去找。厂里又为难你了。没有，就是补个手续，不碍事儿。明天我把材料交上去就行了。爸，你好好养着，别操心这些。小北哥，我这里需要把材料找齐，送过去就好了。好，之夏，吃饭没？不饿。不饿也得吃，一直给你留着呢。你今天从厂里骑到医院，又从医院骑回来，少说跑了60里路。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太对，早不查晚不查，怎么现在又要手术了才查？孙建业，除了他没别人。江振海那边已经把3层小楼的装修图纸送过来了，地沟2条，举升机2台，配片库货架20组，每一项后面都跟着数字。地沟开挖3200，举升机1台18000，货架1组450，加在一起，新铺资金还差1截。之夏，你别算了，算一晚上也算不出花来。这钱算我借咱俩的，以后连本带利还回来，利息按银行定期算。你给我签个字。签啥？新铺基金的支出明细，借款人林之夏，批准人陆小北。我借咱俩的钱得有个手续。你整的比银行的还正规。行了，批准了，赶紧睡觉。明天我陪你去找车间主任老曹。江老板，怎么跑过来了？
我听说你们现在有难处，急需用钱，怎么回事？孙建业卡着工伤报销，我们垫付了手术费，现在资金周转有缺口，差额。方案我重新拟了一份，你们看看。地皮照出，装修和设备款我先垫着，等修车厂开业盈利了，从小北的分红里分期抵扣，利息就不收了。江老板，这不行，地皮是你的，装修设备款你全垫，亏了全是你的，赚了才给你1成，这样你会亏的。谁说我亏？你手艺是我的固定资产，我亲眼见过你的手艺，也相信你的人品。我江振海做了这么多年生意，认准了一件事儿，看人比看合同重要。你有手艺，有诚信，有这姑娘帮你，做什么都能成。我改了一条，垫付款还清之前，你的分红比例比原来说好的加1成，我们不能让你白白担风险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俩一个会修车，一个会算账，我这投资啊还真不亏。最近准备一下就都搬到新地方吧。曹主任，林德生的闺女。曹主任，我爹的工伤报销被卡了，副厂长办公室以非定点医院的理由停了报销流程，我需要当年的车间在场证明，证明我爹出事那天是您直接喊人送职工医院的，根本没时间走流程。当时你爹那个腿骨头都戳出来了，谁还顾得上走流程？这事儿不光我记得，车间里老孙老李都在场，证明我写了，手印也按了。回头你再找他们几个签字画押，材料就齐了。老孙住厂宿舍东楼，老李家就在国道边第一块地，找他就说我老曹让去的。曹主任，谢了。你俩从哪儿来的，还从哪儿回去？你们厂那点事儿，我在车间待了20年，心里有数。小北哥，我把材料交上去了，报销恢复了。工会出面说基本报销先恢复，差额等手续走完再补。成了，那咱可以接着攒钱了。老曹的证明管用了，还有当年在场的老孙老李都签了字，材料往人事科桌上一放，当时就通过了。江老板的地皮都量好了，图纸也出了，咱不能让他等太久。从这个月起，每个月多攒1成。啊，那就多干点活呗。但不准加班，你答应过我的，12点前收工。那你说了算。不过今天这辆得修完，人家明天要跑长途，离合器片都磨得快没了，不能让人家半道上趴窝。修完这辆就收工，我给你下碗面。加个鸡蛋。行，加俩。行了，比修车棚那会儿强了不是一星半点。马晓光，你电路工位靠窗那排；赵大勇，底盘工位挨着地沟，发动机和变速箱归我，中间的工位机动。小北哥，现在咱们证件齐全，没人能拿这个挑刺。对，以后没人再敢说3道4。小北，说2句。老规矩不变，旧件摆出来，价格写明白，3个月同毛病免费返修。我陆小北修的车，少扭1颗螺丝，你们拿扳手来敲我。这个月车队维修排队排到半个月后了，3辆货车因为等保养，在国道上趴了嗡，司机们意见很大。老侯，厂里的车就得厂里修，这是规矩。外面那些修理厂鱼龙混杂，配件来路不明，技术也没有保障，万一出了安全事故，谁负责？老侯，我提议从今天起规范车维修管理，这是规矩。所有那些修理厂的鱼龙车辆必须回厂属车间保养，费用一律不予报销。同意的举手。咋了？这下谁退约了？机械厂车队的司机3个，说厂里发了通知，所有车必须回厂修，外面修的不给报销。哼，孙建业呗，除了他没别人这么惦记咱，不来就不来，就他把他那破车间当个宝，苦的是那些排队的司机。师傅，您站半天了，修车还是找人？路过看看，你这发动机大修，怎么保证修完不出问题？简单，旧件全摆门口架子上，换的什么件什么牌子多少钱，单子上写的明明白白。3个月内同毛病出了，免费返修。我说的，墙上挂的质保书上有我签字，白纸黑字按了手印的。那要是客户自己开坏的，也赖你？赖不赖不是我说了算，拆开看。旧件在架子上摆着，拆下来件和当初换上去的件一对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修过的车每一辆都有维修档案，谁开的，哪天修的，换了啥，旧件啥样，全记着呢。您要是不信，随便指一辆我修过的车，我当场给您调档案。这些标签都是你写的？不是，是之下写的，他字儿比我好。你们这个公示制度，我在全市修理厂里没见过第2家。
旧件展示、质保承诺、价格明细全摊开给客户看。这要是装样子，撑不了3个月就露馅。但你们这个车间，我刚看了半天，每个工位都在按这个规矩干活。装样子多累啊，还不如直接好好修。行，改天我们正式来考察，到时候提前通知你们。运输管理处王组长，你看他刚才问那些问题，像普通路过吗？管他呢，咱又没干什么亏心事儿，怕什么？小北哥，你上来。全市评选运输行业定点维修示范单位，40几家报名，6家进预选，咱们排在第5，是唯一一家私营小厂。示范单位听着挺唬人啊，能当饭吃还是能当钱花？他不是来考察定点的，他是全市运输行业定点维修示范单位评选组的组长。进了就能挂交通局发的牌子，进全市运输系统的定点维修名录。以后不光国道上这些老客户，市里的运输公司、外线的车队都得往咱这儿来。等于是交通部门给你拜说，说你修车信得过。嘿，那这牌子挺值钱啊。另外5家什么来头？我听听都是哪路神仙？是运输公司直属大修厂，厂房面积是咱的6倍，有进口检测线，工程师5个；2运4修理厂技术员10几个，3个高级工程师，还有物资局车队修理厂、公交公司大修厂、冶金厂、运输处维修车间，全是国营的，最少的也开了10年以上。厂房设备职称都比不过，这么一看，咱跟要饭的似的。不过你往下看，客户满意度、旧件公示、质保兑现率，这3样咱都比他们强。他们没有旧件公示，我打听过了，全市就咱一家把旧件摆门口给人。那不就结了？评审又不是选美，厂房大管什么用？你修完车旧件往黑窟窿里一扔，谁知道你换了啥？咱这是把底裤都扒给人家看了，实诚到骨子里。小北哥，虽然话是这么说，但硬指标的分值占比也不低。硬指标咱不是刚补了吗？中级技工证挂墙上了，不比那帮坐办公室的工程师差。到时候评分组来了，让他们实地看看咱怎么修车的，比什么证书都好使。你倒是挺有信心。没信心修什么车？你去把客户回访记录整一整，那些司机在电话里夸咱的话全抄上，到时候给评分组看看。行，那咱就期待着大奖会落到咱们家了。陆小北中级技工证，马晓光初级技工证，其他人员无证，全厂连一个助理工程师都没有。喂，老周，我孙建业，你那个配件行业协会里是不是有个评审组的？对，我给你反映个情况，小北直辖汽校厂连一个高级工都没有，好像不太合规矩。行，你向上面反映一下。小北哥，参品单位必须要有高级技工，还有2个月，理论教材我给你接好了。老周那边行业协会递的话，摆明是孙振业在背后使绊子，他觉得咱没资质，咱就考一个给他看。哎呦，之夏，你倒是比我还急。行，白天修车，晚上看书。陆小北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本场实操考试故障设置：点火证实错位，叠加故障，化油器腹腔卡滞。故障排除完毕，请考微检验。陆小北，手艺扎实，技术高超。之夏，这证挂这儿，下次谁拿这个说事儿，咱就拿这个砸回去。小北哥，先别想别的了，评审组下周来实地考察，咱们得把车间再收拾收拾。车间天天都是干净的，倒是你那个预约本记得带在身上。评审组要是问客户满意度，你把那些司机写的好评全翻出来给他们念。你看看这个，别的厂修完车旧件往哪一扔你都不知道，换没换全凭人家一张嘴。确实，我那辆货车上次在别处保养，说换了3样桶给你翻的是东西，回来我趴车点一看，2个旧的还在上面。那不放心呐，这要是还能糊弄你，那得把门口这些旧件全换了，那成本比好好修车还高。各位师傅随便翻，有标签看不清的问我。那副刹车片是老陈车队第3辆车上拆的，车主跑了趟盘山公路下来就磨成这样了，他自己都不知道。我要是不给他拆下来看，他下趟大下坡刹车没了，命也没了。小北，我一个朋友开运输公司的，这台发动机在他仓库里搁了大半年了，找了3个修理厂，都说缸体裂了没法修，让他直接换新的。我说让你看看，你要是也修不了，他就死心去买新件。你要是连这个都能修，他手底下的车队以后都来你这儿。铸铁焊接我听过没干过，都说这玩意儿温度控制不好，焊完就裂，冷却太快，缸体直接变形报废。那你是接还是不接？接，不会就学呗。不过姜老板，咱丑话说前头，这活我没把握，焊废了算我的，不让你朋友掏1分钱。行，焊废了我陪你喝酒。头3次焊完当天就裂了，第5次焊完第2天才裂，第7次焊完等了2天了都没动静，找着了，
预热400，小电流短弧，焊完埋石灰里缓冷，不能急着拿出来晾。水温正常，缸压正常，一滴水都不漏。江老板，修好了，你来看看。好，我马上来。这台真是我朋友那台？是的，换上跑就行了，正常保养5万公里不用动。要是裂了，我配台新的。行，我弄回去给他看看，下回来找你签合同。喂，老许，我孙建业，那个示范单位的后续复诊。孙厂长，那家厂的酱长上次评审组从头翻到尾，比国营的还规范，复审后完全没毛病。以后你再递假消息，咱俩的交情就没了。好，下次不会了。谁？喂，你！小北哥，这什么？你看看就知道了。孙建业报复心重，我不敢举报，这些东西交给你们，替我出头。这是机械厂的内部账目，虚报维修项目抬高配件价格吃回扣，每笔都标了日期金额。这个数要是真的，孙汉业就不是以权谋私的问题了，是侵吞公家财产。送材料的人连面都不敢露。孙业在厂里干了20年，人脉盘根错节，动一个普通工人跟撵蚂蚁一样，人怕他，怕他还把材料送来，就是怕才送来。他自己不敢举报，指望咱们替他出头。那你说咱管不管？每一笔都对得上，这事儿要是捅上去，孙敬业这辈子就完了。但万一中间哪个环节出了岔子，他反咬一口，说咱诬告。你怕他？我不是怕他，我是怕万一没把他扳倒，咱这厂子刚有起色，经不起折腾。江老板的投资刚到位，新设备还没回本，马晓光、赵大勇他们刚把饭碗端稳。那你就当没看见这信封。这人把这些东西送给你，是信得过咱们。他连名字都不敢留，说明已经怕到骨子里了。被孙建卫吓成这样还不甘心闭嘴，说明这些账目背后压着的人不止他一个。咱要是不管，就是辜负了这个人的信任。那就管。管。送材料的人长什么样？不知道，戴着帽子，塞完就跑了，我连他背影都没看清。他倒是聪明，谁都不认识谁，查也查不到他头上。你呢？想清楚了，这份材料递上去，不管成不成，孙建业都会知道是你递的。他从你修铁皮棚那天就没放过你，这回要是反咬胃口，江老板，你觉得他放过我吗？我从铁皮棚修到修车棚，从修车棚修到挂牌的修理厂，他哪回手软过？孙建业卡直下他爹的报销，断我的配件渠道，锁机械厂的车队不让来修，哪回心软过？我要是不递这个材料，他下回照样找别的由头整我。与其等他出招，不如把证据甩出去。你不怕？怕啥？他侄子烧我铺子，我亲眼看着铁皮棚塌了，账本差点烧没。那会儿我要是怕了，今天就不站在这儿跟你说话了。递吧，反正他早就知道是我，不差这一回。我认识一个靠得住的人，明天一早我陪你去。实名还是匿名？陆小北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北哥，你这2天手劲儿是不是大了？这螺丝拧的都快滑丝了。
大了吗？大了就对了，省得你再返工。小北，机械厂出大事了，巡捕来检查了，把人事科和车队5年内的档案全调走了。车队队长老侯头一个被叫去谈话，出来的时候脸白的跟纸似的，走路都打晃。老侯全撂了，虚报维修、套配件款、吃回扣，一件一件全交代了。还有那个配件商老周也全招了，说给孙建爹返点返了好几年，巡捕连孙建爹办公室都封了，他办公桌抽屉里光现金就翻出来好几捆。孙家叔叔真是坏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都干缺德事儿。这下好了，遭报应了。判了判了！孙建业贪钱贪得多，跟他侄子前后脚蹲进去了，要进去8年。8年？叔，你从哪儿看到的？判决书，机械厂公告栏上贴的，我撕了一张就跑来了。审查组把他3年的账翻了个底朝天，虚报维修费、配件吃回扣，跟老周那边的返点账本一笔不测，连他抽屉里翻出来的现金数目都写上了。多少钱啊？判决书上没写具体数，就说数额巨大，反正他要蹲8年了。他从咱们修铁皮棚的时候就盯上了，卡我爸报销、断配件、锁车队，一步比一步狠。结果最后把他送进去的，是他自己手底下的人。把人压狠了，总有人豁出去。那个送信封的连脸都没敢露，不也把材料递出来了？你是林德信的家属吗？手术很成功。林姑娘，你爹的手术咋样？刚做完，医生说很成功。侯队长，你怎么来了？别叫侯队长了，我那队长被撸了。孙建业出事之后，车队全换了人。我来赔个不是。当年你爹送县医院那事儿，我该出面帮帮忙的。后来孙建业让车队发通知不准来你这儿修车，我也照办了。窝囊。那会儿谁敢跟他对着干？你和小北师傅把厂子开成这样，我们那帮司机私下都服气。这回孙建业倒了，大伙儿心里痛快，就是没脸来当面说。那封信不是我送的，那人不想让人知道，你也别问了。他看见你们评上示范单位，觉得你们扛得住，才敢把材料递出去。现在不用怕了，以后不会再有人找你们麻烦了。隔壁那块地我拿下了，过户手续办完了，这是扩建图纸，你看看。姜老板，你这效率比我还快。你搬到孙建业用了多久？我拿块地算什么效率？哈哈哈哈！这才有个正规的样。马晓光和赵大勇从学徒升为机修组长，各自带2个新人。你俩带的人头3个月只准干2件事：扫地、擦工具，看旧线展示架上的零件，把30种常见故障的损坏形态和原因抄在本子上。3个月后我亲自考，说不出旧线架上30种故障的，不准摸扳手。北哥，你当年教我的时候也没让我抄30种故障啊，那是你赶上好时候了。现在规矩变了，少废话，抄去。爸，你的医疗费全付清了，缴费单也收好了。你站门口干什么？进来。我听之夏说了，我的腿是你和他一起捡回来的。叔，你别这么说，主要是之夏，我就是在后面骑摩托车送他跑手续。你少谦虚，之夏跟我说了，你把新铺基金抽出来给我垫的手术费，你们的新铺子差点因为我开不了张。铺子晚几个月开能咋的？您这腿不能等。再说了，姜老板讲义气，把设备款先垫了，没耽误事儿。小北哥，钱还清了，不欠任何人。之夏，你本来就不欠谁，从铁皮棚那天起，你谁也不欠。我欠你一句谢谢。那你欠着吧，慢慢还，反正你管账，利息你定。
维修记录完整度满分，客户满意度满分，质保兑现率连续2年100%。你们这个旧件公示制度，我们写在评语里了，行业标杆。行业标杆？那明年复检是不是能免检？你想得美。陆小北的厂子这个方法好，让大家来参观学习，争取以后都像他这样公开透明，有问题可以直接问。林厂长，你们把价格、旧件、质道全摊出来，客户不就知道你赚他多少钱了？那还不往死里砍价？客户来的时候确实有人问你这刹车片进价多少啊？怎么卖我这么贵？那你怎么说？我说进价在进货单上贴着，你自己看。但我也告诉你，这刹车片从进回来到装你车上，中间要检测、入库、质保，出了毛病我免费给你换，都是有成本的。老张，你还没看明白，人家敢摊开就是因为不怕你看，你藏着掖着，客户回去一琢磨不对劲儿，下回不来了。人家摊开了，客户心里踏实，不光自己来，还把朋友拉来。那万一有人拿旧线说事儿呢？你给他换的正厂换，他非说你换的是副厂。师傅，你怕这个？我巴不得他拿旧件去找别的师傅看，别的师傅一看，这刹车片确实磨到铁板了，这滤芯确实是纸糊的，那我这招牌更响了。那要是碰上个胡搅蛮缠的呢？碰见过，去年有个车主非说我给他换的火花塞不是正厂的，我把进货单、供应商电话、火花塞上的钢印号全拍桌上，让他当面打电话给供应商核实。林厂长，你这套我回去也试试，有不懂的打电话问你。随时打。不过有句话我得说前头，透明维修不是往墙上贴几张表就完了，你要是心里还觉得客户是来挨宰的，旧线往门口一摆，客户闻着味儿就知道你是真的还是装的。你仨来厂里多长时间了？贝哥，我8个多月了。我7个半个月。我也8个多月了。8个多月，天天扫地擦工具，蹲在旧件架子前面抄片，抄了大半年了。今天不抄了，考考你们抄进去多少？架子上一共30种旧零件，每种标签上都写了损坏形态和原因。你仨一人抽3样，当着我的面说清楚。这零件叫什么？在车上干什么用的？坏成什么样了？什么原因导致的？不换会出什么事儿？答对2样算过关，答错2样，接着抄3个月标签。谁先来？这是什么？刹车片，磨到铁板了，标签上写的是过度使用未及时更换，不换的话刹车失灵。车主说刹车有异响，你怎么判断是刹车片磨没了还是刹车盘变形？拆下来看，刹车片磨没了能看到铁板，刹车盘变形的话，片子厚薄不均，边缘有台阶。行，不错。机油滤芯，预纸透光了，说明是劣质件。换上这种滤芯，杂质过滤不干净，发动机磨损加剧。标签上写这辆车就是在孙霸天那边换的纸糊滤芯，跑了2000公里机油就黑了。你也不错。高压线，外皮老化开裂，漏电。症状是发动机缺火，加速顿挫，雨天尤其明显。标签上写的这辆车查了3个修理厂没查出来，最后马师傅拿腕摇表一根一根亮才找到的。你倒把马晓光的案例也背下来了，过了，3全过。北哥，你让他们抄了大半年标签还真有用。废话，你以为我让他们蹲那儿抄标签是罚站呢？修车连零件坏成啥样都认不清，拿什么给人家修？你们带的不错，这3个人从明天开始磨扳手，先跟大勇换轮胎做保养，3个月以后考小修，过了再往上升。谢北哥。别谢。考过了，说明你们这大半年没白蹲。记住，能摸扳手不代表就是师傅了。以后每升一级都有一道坎，升到能独自大修发动机才算真正出师。听明白没？明白。恭喜你们，按厂里规矩，过了入行考的人，晚上马叔铺子吃饭，卤肉管够。我跟马叔说了，今天加卤蛋。别光顾着吃，明天上手第1天，扳手拿稳了，谁把客户轮胎螺丝拧滑嚼了，回来接着抄标签。这本边角烧焦的旧本子是最早的，后来换成了硬壳账本，现在用的是正规财务账册。小北哥，你还记得这个红圈吗？记得，当时你说圈起来就不许动了，我多喝2顿酒都不行。咱们现在是全市运输系统定点维修单位里唯一一家私营企业，30多个员工，12个工位，全天满负荷，预约排到2个月后。你算这些，是不是又想跟我说该攒钱了？不是，我想跟你说，不用再攒了。从下个月开始，我想把利润分3份，1份日常周转，1份给员工涨工资，1份拿出来做点别的，你说了算。涨工资你定，做点什么你也定。不过你拿出这一排账本想跟我说啥？想说谢谢你。当年在车间里，你伸手问我跟不跟你走，我要是没跟你走，你不跟我走，我也把你拽走。孙霸天堵在车间门口，我还能把你留那儿？你就不能让我好好说句谢谢？谢啥？你管账我修车，谁也不欠谁。非要说欠，你还欠我2个鸡蛋。上回你说加俩鸡蛋，就加了1个。那是我吃了。那你还欠着，记在明年账上。姜老板，
你这茶比马叔铺子的免费茶水好不了多少啊！路边摊你还想喝龙井？说正事儿，你这些年做到了我当初看好你的一切，手艺没丢，诚信没丢，人也越来越稳。江老板，你每次夸我后面都跟着一个但是，这回但是什么？这回没有但是，有个机会，省运输公司要在全省各地市建定点维修网络，就是把各地最好的修理厂纳入统一采购体系，以后省公司的车跑到哪儿都能找到靠谱的修理厂。我推荐了你。省运输公司，听起来挺大个庙，去了能干啥？能让你的手艺和规矩管到国道上更多的车。你现在管着12个工位，30来号人，省公司的网络要是铺开了，你以后可能管的是好几个厂子的事儿。好几个厂子？那不行，我这个人你也知道，修车可以，管事儿是之下在管。让我管好几个厂子，不如让我多修几台发动机。没说让你管，人家是让你把透明维修这套东西交给别的修理厂。省运输公司的意思，入选定点网络的修理厂都得按统一标准来。你那套旧件展示和质保制度是他们最看重的。交别的厂，之前不是交过一次，怎么还来？当年你交的厂子就几家，没多少愿意像你一样展示的。今天省公司点名要学你这套，你先别急着答应或者拒绝，人家考察组过2天来，你先看看他们怎么说。行，但丑话说前头，要是他们让我挂牌子换招牌，我不干。我这小北之下汽修几个字比什么都值钱。没人让你换招牌，你先把茶喝了。还是不如马叔的骨头汤。陆厂长，你们这个旧件公示制度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？不是想的，是逼出来的。当年孙霸天在国道上用劣质件糊弄司机，我们就把旧件摆出来给客户看。你看，他给你换的是纸糊的滤芯，我给你换的是正常的。时间长了，旧件架子就成了招牌。你知道我们考察组这次走了多少家修理厂吗？17家，国营的、私营的都有。厂房比你大的有的是，设备比你先进的也不少。但旧件往门口一摆，价格往墙上一贴，质保书白纸黑字按手印的，就你一家。我想问你个问题，你这一套透明修车的办法，能在别的厂也推行下去吗？手艺能教，规矩也能教，但旧件往门口摆不是谁都肯的。你得从心底里觉得客户不是来宰的。旧件往门口一摆，客户闻着味儿就知道你是真的还是装的。那你就教那些肯的，那些不肯的，市场迟早把他们淘汰掉。小北哥，这个省运输公司定点维修网络，这是要去省城啦？不是去省城，是把省城的车引到国道上来。他们让咱当培训点，以后纳入网络的修理厂都得来咱这儿学透明维修那一套。那你是要去省城了吗？我跟他们说了，让我教可以，但我不挂牌子，不换招牌，也不去省城上班。他们答应在国道边设个培训教室，每个月派一批人来学。那咱这厂子不光修车，还开班了。对。马晓光和赵大勇刚出师，正好带外头来的学员。你不是说想把事业做大吗？这不比你开分店省事儿？行，培训费标准我来定，你别插嘴。你说了算。小北哥，看来买房子不需要找人来设计了，你自己就能弄好。之夏，这是厨房，你说过想自己做饭，灶台给你砌宽点。这是堂屋，老田他们来喝酒有地方坐，省得每次都蹲在车间里。这间朝南的给你爹，窗户比别的房间大1倍，他腿脚不方便，晒太阳不用下楼。这儿种棵槐树，槐树还有呢？槐树底下砌个秋千，要你亲手焊的，不许让赵大勇代工。秋千我亲手焊，赵大勇不准碰。还有吗？暂时没了，等想起来再追加。北哥，你修变速箱的时候手也没这么稳，上回那个变速箱螺丝你拧了3下就到位了，这白灰线你蹲这画了1上午吧？修车是修车，给之下盖房子是盖房子。你少废话，地基挖多深你量了没？量了，1.2米，按你说的，比正常地基深20公分，灌上混凝土，8级地震都不带晃的。谁让你挖那么深的？我。这房子盖好了要住一辈子，地基不深点怎么行？当年铁皮棚让人一把火烧了，修车棚刮大风晃得跟摇篮似的。这回盖房子，什么都得往结实了整。露台必须大，你站上面能看见咱厂子的招牌，还能看见国道上的车。以后吃完饭往露台上一站，看见咱厂子车间里亮着灯，你就知道今天又修了多少台车。行，露台不缩，但装修的时候地板颜色得听我的。听你的，你说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。把门关上。已经关了，叔。你站那么远干什么？我又不揍你。小北，你救过我闺女的命，后来又救了我的命，这些事我林德生记在心里，到死都记着。你现在要盖房了，日子圆满了，你想娶她，我不拦。你俩在修车棚底下啃冷馒头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。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您说。不能让她再掉一滴眼泪。
他从小没娘，跟着我在厂里吃食堂长大。后来我腿废了，他一个人扛着这个家，眼泪掉的够多了。你要是让他哭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婿。叔，我跟他认识这么久，什么时候让他掉过眼泪？以后也不会。之夏，你爹答应了。小北哥，答应什么？答应我娶你。我还没答应呢。想娶我，得先过我这关。第一，修车12点前必须收工；第二，每个礼拜天歇半天陪我说话；第三，新房子槐树底下你亲自给我砌个秋千。就这3条，你再加几条，这也太便宜我了。比如不准在车间吃饭，不准拿抹布擦脸，不准把机油蹭你账本上。别贪心，先把这3条做到了再说，签个字就生效。签名这么丑，以后合同还是我来签。小北哥，这是什么？新房子的大门钥匙，我没有戒指，银行存折在你那儿，载记地证写的你名字，汽修厂的股份也分了一半在你名下。之夏，你跟不跟我？小北哥，当年在车间里你也是这么伸手问我的。林之夏，你跟我走吗？今天又问一遍。行，我跟你走。这把钥匙比戒指值钱，戒指是买来的，钥匙是你自己磨的。那我以后每年给你磨一把，攒够10把换个大件。什么大件？到时候再说。安静，安静！今天小北和之夏结婚，不收礼。路过的师傅们来喝杯喜酒，新郎先说2句。我陆小北这辈子娶了林之夏，会一辈子对她好，绝不辜负她。新娘子说：“我管着账本，拿着扳手，他不敢不对我好。”我认识小北那年，他在山路上帮我修传动轴，蹲在泥地里不收钱，跟我说修不好砸你招牌。今天的招牌比谁的都亮。小北、之夏，你们是我见过最好的搭档，也是最难拆散的一对儿。当年孙霸天在国道上堵他们，铁皮棚烧了都没拆散，以后更拆不散了。喝酒，马叔的卤肉面管够。老陈的车队今天不跑货，停在门口，给你们当喜字背景板。小北哥，现在房子盖好了，就差这棵槐树了。哎，坑挖浅了，再深半锹，往左边挪一点，对，再往左。行了。你比我修车的时候还严格。树要是歪了，秋千就不正。你秋千还焊不焊了？我专门跑了一趟市里的钢材市场，挑了最好的材料。座椅是去木材市场找老木匠订的一块柚木板，你来试试。这木头不便宜吧？柚木防雨防晒，搁院子里风吹日晒都不裂。老木匠说这料子够用20年。你就焊个秋千，至于这么下本？当然至于，你说的我肯定办好。等槐花开了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以后每年都要做。你这人认准了谁给你修车不后悔，下个棋倒后悔了。你这也忒严了。小北哥，这件衣服到底穿了多少年了？还没破，能穿。今天的账算完了，赚了多少？告诉你。行，反正我也不看账本。你说赚了就赚了，你说亏了我也信。你就这么放心我？我不放心，你还能放心谁？当年38块5都交给你管了，现在这点家当算什么？去哪儿？机械厂。机械厂，老厂区还是新厂区？老厂区。你找谁？孙建业，他是这儿的副厂长。孙建业早判了，跟他侄子前后脚进去的，你不知道？当年的孙记修车铺没了，这儿成了个破超市。他们凭什么过这么好？老板娘，给你打听个人，陆小北，你知道吗？
你说小北师傅，那谁不知道？小北支下汽修厂的厂长，市里挂了牌的示范单位，省运输公司都跟他合作。人家现在手下30-40号人，车间比篮球场都大，预约修车得提前2个月排队。他就没栽过跟头？栽过啊，怎么没栽过？早些年有人烧了他铺子，后来又有当官的卡他手续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烧铺子的判了7年，卡手续的也进去了。找你。7年，我在里面蹲了7年。陆小北在外面活得风生水起，凭什么？我失去的一切，陆小北凭什么心安理得的享受？我也要让陆小北尝尝什么叫失去。每天早上7点，陆小北从洋房出来，林之夏在门口给他整整领子，他就往汽修厂走。中午，陆小北在车间跟工人们一起蹲在门口吃马叔送来的面，端着碗还不忘指点学徒干活。下午6点回家，林之夏在槐树下等他。今天什么日子？还有西瓜吃？马叔送的，说老家拉来的，你这个最大。马叔偏心眼越来越严重了。那个新来的学徒怎么样？你说小王，行，有股子机灵劲儿。上午让他看旧件展示架上的刹车片，还真看出了点东西，比我当年强。你当年在铁皮棚连个像样的旧铅架都没有，摆了一地零件，下雨还得往里搬。那不也过来了吗？这小子比我命好，一进厂就有正经车间、正经地沟，还有个正经师傅。脸呢？脸值几个钱，手艺才值钱。小心点儿，这秋千可是我亲手焊的。你到底心疼秋千还是心疼我？都心疼。秋千坏了得重焊，你摔了我得伺候，里外都是我亏。礼拜天下午，雷打不动。陆小北倒是会享福，修车修累了，还知道带老婆出去玩。从洋房出来，过石桥去河边了，赶集也好，钓鱼也好，你总得从这儿走。桥底下河道干了，鬼影都没有。礼拜天下午那条路上连过路的车都不走。不用什么精密计划，你带林之夏在河边蹲下看鱼，几秒钟就够了。我就要你那几秒钟，你不是命硬吗？这回我看看你有多硬。陆小北，我要让你家破人亡！就这儿了，之夏，今天教你挂蚯蚓，别老让我给你挂。我上次挂上了，是你嫌我挂得太慢。你那是挂蚯蚓还是给蚯蚓穿衣服呢？一条蚯蚓你折腾了半天，鱼都等困了。我那时候蚯蚓往钩上一挂，甩下去鱼就咬，哪像你这么讲究。你那时候还有空钓鱼，铺子不是天天排队吗？排队归排队，礼拜天下午雷打不动歇半天，这是你定的规矩，忘了？你那3条12点收工，礼拜天歇半天，槐树下焊秋千，我哪条没做到？秋千焊得不错，前2条你有时候偷工减料。那不能怪我，客户车坏半路上，我能不修？你嘴上说扣分，哪回真扣了？这饭团比马叔的面差远了。我说差远了是夸你，马叔做了几10年面，你这才做几次？那你别吃，吐出来。咽都咽了还吐什么？咬钩了，之夏快来，这条不小。你看这干弯的，少说2-3斤。你小点声，鱼让你吓跑了。小北哥，孙霸天，陆小北，你抢了我的一切！我在里面蹲了7年，你在外面住洋房、开厂子当厂长，他当年是我的，生意也是我的。你现在过的好日子，全他妈是我的。你的？你拿之夏他爹的命要挟他，这叫你的？你在国道上拿假滤芯糊弄司机，烧我铺子的时候想过有今天吗？没有人抢你的东西，是你自己把路走绝了。你放屁！
要不是你多管闲事，从通风管道跳下来，它早就是我的了。你那个破修车铺也早没了。我不跳下来，他拿锉刀抵着自己脖子，你还在那儿笑他不敢死。孙霸天，你从来就没觉得自己错，7年前没有，现在也没有。小伙子，把他按住了！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师傅，谢了。你们把他看住，我去叫巡捕。又进去了，他出来才多久？3个月有没有？蓄意报复加上9世期内再犯，数罪并罚，这回判的比上次还重。我早说过，孙家书件没一个好东西。行了，田哥，这事儿翻篇了，以后国道上再没孙家修车铺，也没孙家叔侄，咱这儿的车还排着队呢，赶紧干活。北哥，你肩膀上的伤，擦破点皮。你嫂子已经给我上过药了，别磨叽了。那台中巴的电路你查完了没？不疼。我没问你疼不疼。他第一次堵我在车间，我拿锉刀抵着自己脖子，他笑我不敢死。后来烧我们的铺子，在河边拿石头砸你。这个人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们？他放不过的不是咱们，是他自己。他叔栽在滩上，他栽在恨上。叔侄俩一个毛病，总觉得什么东西都该是他们的。以后不会了，他这辈子出不来了。北哥，你那台变速箱还装不装了？晚上想吃什么？我让马叔留2碗面。加个鸡蛋。行。马晓峰、赵大勇，以后你们各管一个组，手底下的徒弟也给我带好了。分店马上就建好了，省运输公司就推荐在国道往西30里的镇上开了一家分店。北哥，你看这车间布局还行吗？我照着你当年教我的来的，电路工位靠窗，底盘挨着对沟，就建展示架放门口最显物的地方。行啊你，当年第1天来连万用表都不会用，拿着表条手都抖，现在能管一个厂了。你爸要是还在，看到你当厂主得乐开花。我爸那会儿还说你收我是看在马叔面子上，怕我给你添乱。你第1天就找出那根断了铜丝的电线，3个修理厂没查出来的毛病，你20分钟搞定，那能是添乱？那是给我长脸。你教出来的人跟你一个样，修车不要命，带徒弟也不藏私。藏私干什么？手艺这东西教会了徒弟，饿不死师傅。你看马晓光现在替我管一个分厂，我省多少心？小北哥，你这件衣服到底穿到什么时候？你现在好歹是个厂长，省运输公司的人来了，你也穿这个？还没破，能穿。省运输公司那帮人又不是来看我穿什么的，是来看我怎么修车的。那好歹把袖口补一补，毛边都磨成这样了。行，晚上你给我补。低头，我给你带花。开饭了，再不来面坨了。小北，今天马叔下了你爱吃的臊子面，卤肉是他早上现卤的。马叔，卤肉给我留点儿，别让赵大勇一个人全造了。谁造了？我就吃了1碗。你说的1碗是盆儿吧？上回你把人家老陈车队的卤肉全吃完了，司机们差点没吃饱。2声，来串门的，今晚院子里凳子不够坐了。不够就坐轮胎上，又不是没坐过。晚上凉，穿着。这衣服你到底要穿多少年？还没破，能穿。当年从铁皮棚逃出来那晚，我托给你披上，你也是这句话。这都多少年了，你怎么还没问烦？因为这件真的太旧了，旧的穿着舒服，新的硬邦邦的，干活不方便。再说了，每次披这件衣服，你就想起咱是怎么过来的，你就舍不得骂我修车修太晚了。该骂还是骂。